林肯号重回海峡，美军全面封锁伊朗，伊朗或将被迫重返谈判桌。以色列计划永久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并彻底摧毁真主党。乌俄战场方向，俄罗斯分配赫尔松土地，指挥部惨遭空袭。乌克兰豹儿 A6 创造新纪录，在 5.5 公里外击杀俄军 T72B3。波罗的海三国备战，立陶宛计划迁移预备队。爱沙尼亚制定30天自治战略计划，抵御可能到来的入侵。那么中东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俄军豹儿 A6 又是如何创造纪录的？美伊谈判没能达成任何协议，于是特朗普给伊朗上了一课，什么叫真正的极限施压？在社交平台上大手一挥，宣布美国海军正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准进也不准出，甚至直接甩下狠话，只要有哪个伊朗人敢向我们或者盟友开火，立刻送他下地狱。不仅如此，过往商船也是美军的目标。之前伊朗不是喜欢拿霍尔木兹海峡收保护费吗？特朗普表示，他下令在国际水域挨个严查，谁要是敢给伊朗交非法过路费，那就连船带货一起收拾，不仅扣押还要罚款。原因很简单，你给伊朗交钱就是在帮着对抗美国，那就是美国的敌人。这一次特朗普对付伊朗的办法简单直接，但相当有效。伊朗靠卖石油赚钱，那我就让你的港口一艘油轮都出不去。你不是喜欢收过路费吗？那我就查抄所有给你交钱的商船。为了落实老板的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精锐进出，包括航母、2栖攻击舰以及1票导弹驱逐舰，直接把伊朗的5个主要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从哈尔格岛的石油码头、阿巴斯的商业巨港，再到恰巴哈尔港以及伊玛目霍梅尼港的石化设施，全被死死看住。林肯号也杀回了阿曼湾，卫星数据显示，它距离伊朗海岸只剩200公里，这可是美军对伊行动以来航母贴得最近的一次，连舰载直升机都能直接飞过去贴点输出。中央司令部也放话了，除了中立和运粮食、药品的船只，其他未经授权的船，不管你挂哪个国家的国旗，只要敢闯，通通拦截，强制改道或者直接扣押。伊朗50%的收入全靠能源出口，美国这招相当于直接拔了伊朗的氧气管，这谁顶得住啊？枪顶到脑门上了，伊朗自然是急得直跳脚。既然海上出不去，那就只能回谈判桌上想办法了。特朗普在华盛顿爆料，据说伊朗领导人迫切想要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下一轮直接谈判可能于4月16日开启，地点可能还在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不过火力军还是那句话，谈成的可能性很小，双方争吵的核心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浓缩铀。在之前谈判中，美国稍微松了口，从之前的永远不准搞浓缩铀变成了先停个20年看看。伊朗一听20年，黄花菜都凉了，伊朗正式回应，最多只能停5年。除了时间，还有家底的问题。美国要求伊朗把藏在核设施深处的高浓缩铀全部打包运到国外去，伊朗死活不同意，必须留在国内，大不了我加点料把它稀释一下。很显然，美国对这种掺水的方案根本不感兴趣。在美国这边吃了瘪，伊朗觉得这口恶气总得找人撒一撒，于是把账单寄给了周边的邻居。伊朗要求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约旦这5个国家赔偿战争损失，指控他们违反了国际法，必须为由此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进行全面赔偿。只能说，伊朗的操作一天比一天魔幻。另一边，以色列也想要一劳永逸，计划永久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并彻底摧毁真主党。卢比奥组局把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大使拉到一起面对面谈判，名义上是说要推动停火、探讨和平协议，顺便商量商量怎么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果 Axios 转头就把以色列的底牌给爆出来了。Axios 称，以色列希望将黎巴嫩划分为3个区域。第一，在黎巴嫩南部靠近边界线8公里的范围内，直接划出一个永久缓冲区，划重点永久。之前从这里逃难的黎巴嫩平民永远不准回来，这等于是直接把这块地从黎巴嫩的版图上给抠下来了。第二，利塔尼河以南的所有地区都将成为军事行动区，以色列将在此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彻底解除其武装，以军只有在完成任务后才会撤离。第三，利塔尼河以北以及黎巴嫩剩余的所有地区，黎巴嫩军队必须自行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瓦解其组织。在黎巴嫩证明其已完成任务之前，以色列不会从任何地方撤军。在以色列看来，这20年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根本没能落实第1701号决议，黎巴嫩政府也未能实现承诺。既然你们都不行，那我就亲自来。面对这种条件，真主党那边当场暴走，现任一把手卡西姆直接喊话黎巴嫩政府，跟他们没什么好谈的，并且发誓要跟以色列死磕到底，战斗到最后一人。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签了这个协议，国内非得炸锅不可。不签这个协议，南边的以军还要继续推进，夹在强大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黎巴嫩政府有点难顶了。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已经开始分配赫尔松的土地，但乌军并未让其如愿。
豹 A6在 5.5 公里外爆头俄军 T-72。据欧洲新报报道，克里姆林宫最近正在计划要把占领的赫尔松土地分发给俄军士兵和安全部队，有的是完全所有权，有的是长期租赁，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建房子或者种地。虽然阵亡士兵家属也能分到点，但估计微乎其微。这是打算用分田分地来激励前线当炮灰的士气。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但该报道预计此提案很快将会送至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审议。火力军看到这儿差点笑出声，俄罗斯是不是忘了这还是乌克兰的领土？房东还没同意呢，强盗已经开始分家产了。对此，乌克兰直接用炸弹给出了明确的回应：想要地是吧？我帮你们松松土。乌军的一架米格29升空，直奔赫尔松霍拉普里斯坦的俄军基地。到了地方，直接扔下2枚法国铁锤制导炸弹，精准砸向了俄军的无人机操作中心以及一个前沿临时指挥所。估计俄军的分地申请书还没写完，人先被送去地下排队了。战场之上，乌克兰干了一件震惊装甲界的大事。比利时军队舰上爆料，乌军的一辆德制豹 A6在 5.5 公里的超远距离上一炮干碎了俄军的 T-72B3。5.5 公里是什么概念？一般坦克的常规交战距离也就1到2公里，超过3公里基本就是随缘枪法了。豹 A6硬是打出了狙击枪的效果。火力军估计 T-72B3 到死都没明白，自己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怎么就直接回老家了？当然，能在这么远的距离打出正面击杀操作，光靠豹 A6自己的120毫米滑膛炮和火控肯定不够，大概率是乌军无人机把目标坐标共享给了坦克。而且 T-72B3 当时大概率是停在那儿没动弹，最后好巧不巧，刚好被命中了手上塔环或者炮盾这些薄弱部位，也可能是 T-72B3 当时已经受损，或反应装甲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不管怎么说，这虽然不能彻底改写装甲战的传统理论，但充分证明了先进火力加无人机网络体系确实能打出降维打击的效果。豹 A6在前线当大狙，豹 A5也没闲着，乌军直接给他解锁了隐藏副业，当成临时自行火炮来用，躲在隐蔽阵地里搞间接火力支援，也就是盲射。这本来是苏系坦克的传统手艺，结果乌军第5重型机械化旅的士兵于是才发现，欧洲的老坦克比苏制坦克好用多了。打同一个目标，苏制坦克需要吭哧吭哧打6到7发炮弹才能命中，而装满了105毫米线膛炮的豹 A5只需要3到4发就能精准报销目标。豹 A5上安装的105毫米 L7 火炮属于线膛炮，有助于提升射程和精度，射程飙到了12公里。不仅能炸步兵和防御工事，乌军甚至还用这招硬生生干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船。坦克打海战，这跨界跨的步子有点大。最离谱的是，乌克兰现在还不满足，计划给这批老豹子换装比利时的约翰·科克里尔 C3105 炮塔，专门用于间接射击。据说换装之晚，间接射击的射程能飙到18公里，具体技术细节尚未公开，仅知道已有一辆子坦克交付测试。这是彻底不把老前辈当坦克看了，直接往远程重炮方向魔改。无论是 5.5 公里一炮绝杀的豹 A6，还是跨界当火炮的豹 A5，都说明了俄军的战斗潜力把战场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玩到了极致。俄罗斯这边，前线坦克被当成靶子打，后方指挥所被空投铁锤，高层居然还在幻想靠分配别人的土地来画大饼。火力军只能说，这饼画的再大，也抵不住天上掉下来的炸弹。乌俄战场之外，面对俄罗斯和白俄的双重压力，波罗的海3国真坐不住了。立陶宛急着把边境的战略储备全往内陆搬，生怕哪天早上醒来家底被人一锅端。而一向低调的爱沙尼亚更是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不仅号召全国囤粮，准备死磕30天，甚至还打算放弃被动挨打，准备先发制人，把炸弹扔进敌国领土。先说立陶宛，这国家最近在反思一件事，把国家的应急国库和民防储备放在离白俄罗斯边境那么近的地方，心是不是太大了点？这要是真打起来，白俄罗斯的炮管子稍微一抬，立陶宛的家底直接就得灰飞烟灭。所以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规划局局长古什丘斯最近在议会里拍板，搬必须马上搬，要在2027年之前把边境附近的民防储备队全部转移到内陆的安全地带。目前动作还挺快，已经有60%的储备迁移到了立陶宛中部，剩下的也将在中部和北部建新仓库，或者直接租几个大仓库来装医疗物资。虽然这批物资到底有多少，官方捂得很严实，说是机密，但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光是搞这些储备的积累和管理，立陶宛就砸了大约1260万欧元。这要是被敌人顺手牵羊了，那可真是亏到家了。除了搬家藏东西，立陶宛还在疯狂点技能树。防长考纳斯去乌克兰上了个实战补习班，回来后立即决定必须大搞无人机，至少培训100名专业的防空无人机操作员，专门用来对付像沙赫德这种恶心人的自杀式小摩托。毕竟在现代防空网里 AI 虽然好用，但最后扣扳机拦截那一下还得靠人工来兜底。顺带一提，白俄罗斯那边最近也有大麻烦，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正式出手，开始调查卢卡申科政权
自2020年以来的反人类罪行。老罗这下估计也得头疼一阵子了。如果说立陶宛是叠甲，那隔壁的爱沙尼亚就是直接拔出了祖传的40米大刀，出台了一套全新的国防战略，核心思想就2个字：硬刚。他们假设了最坏的情况，万一被海陆空全面封锁，外部北约的救援进不来怎么办？爱沙尼亚的答案是自己单杀30天。政府直接给老百姓下了死命令，开启全民生存狂模式，每个公民家里必须随时备好至少7天的口粮和必需品，能源、通讯、医疗、信息全网联动，只要国家机器还能转，就绝不轻易投降，撑到北约来捞人为止。当然，最劲爆的还不是怎么防守，而是爱沙尼亚的战术大转弯。大家以前觉得小国嘛，搞领土防御就行了，但爱沙尼亚军方现在悟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把战场放在自己家里，那打完之后国家也成废墟了。所以新战略明确规定，要对敌人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趁着敌对势力还没越过边境线，直接深入敌方领土进行深度打击，把战火挡在国门之外。翻译一下就是，只要俄罗斯敢有动作，我先往你老巢里扔炸弹。为了配合这个极其激进的新战术，爱沙尼亚连军费开支都来了个急转弯，将原计划用来买新装甲车的5亿欧元全部砸向防空系统和无人机技术，把老旧的CV90步兵战车拉出来，缝缝补补再延寿10年。虽然维护费贵了点，但比购买新的便宜。并且在无人机满天飞的现代战场上，装甲车早就不是主角了，制空权才是王道。看到这波罗的海两兄弟的这番操作，估计很多人会觉得小国哪来的底气叫板？其实这也没办法，都被逼到墙角了，再不努力一下真要没了。就像丹麦总参谋长海尔德高最近警告的那样，欧洲国家现在根本没准备好应对战争，俄罗斯很可能在10年内就会对北约领土发难，这个时候行动才是最关键的。波罗的海国家体量太小，完全没有战略纵深，退一步就是波罗的海，根本没地方跑。与其坐以待毙，等别人把大炮架在自己首都门口，不如像现在这样练好无人机，藏好后勤库，真要到了撕破脸的那一天，拼着命也要先干对面一波。面对俄罗斯，只有自己足够强才能活下去。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伊的下一次谈判能不能达成协议？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